周星驰说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那你有梦想吗？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写过一个作文题目，叫做我的梦想。以前大部分同学都是想当总统、当太空人，务实一点的可能就医生、律师、老师吧。但没想到有个在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，现在的小朋友不想当那些了，他们比较想当房东、当网红。一开始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，有些比较保守的人可能还会想骂他们不务正业、投机取巧。但我这个频道可是专门培育粉丝变有钱人的。我听了只觉得这些小孩大有可为，就算细节想的不完全对，至少知道要绕过为老板打工、为工作操劳的阶段，直接往被动收入跟拥有自己的事业迈进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在 E、S、B、I 的财富4象限里面， E 代表的是员工，用时间换取金钱。S 代表的是自己接案，用专业换取金钱。B 代表的是企业家，用别人的时间来赚钱。I 代表的是投资者，用钱滚钱。其中 E 跟 S 都还停留在主动赚钱的层次， B 跟 I 都属于被动收入。这些小朋友不叫做等着躺平，也不是他们比较懒，而是具备了正确的资本主义观念。作为家长能做的，就是更应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投资策略，并把它传承给你的小孩，让他们不用自己摸索，缴一堆学费给市场。投资本身很安全，不安全的是不懂得控制风险，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，这些种种把股市变赌场的行为。如果你想了解什么叫做高盈亏比的策略，怎么做可以出手一次就抓到数百点大波段，你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洽询小帮手的连结。再仔细想想，他们出社会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？普遍低薪的就业市场，随时会被 AI 取代的恐惧，加上通膨越来越严重，财富都被掌握在上一代甚至上上代的手里，赚钱的速度永远比不上通膨的速度。但是年轻人要当房东容易吗？台湾7大都会区的新建案，平均房价在这5年来就涨了近1倍。家里条件好一点的，也许还有机会接手房产，或是父母赞助头期款。除此之外，要拥有自己的房产真的是太难了。那么为什么房地产一直以来被吹捧得这么高？因为那些曾经无脑买入房产的人，现在都暴富了。想想看，台北市20年前也曾经一坪只要40到50万，现在一坪都要100多万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年你花1000万买了25坪的房子，现在至少可以卖到2500万。不只是房子本身的价值翻倍，在这20年里，你还可以把房子租出去，无脑领取稳定的被动收入。除了让租客帮你缴房贷，更是让租客帮你筹钱来买进下一间、下间房子。而且我们很少再担心房价会跌的，只怕房价冲太高来不及多买几间，对吧？虽然我的专业主要是在全球各大股市的金融商品，但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华人只要有钱就特别爱买房。你没听过这句俗话没关系，反正这句是我瞎掰的，但也确实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圈里观察到的现象。跟着我学习多年的学员圈子里，也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新建案，或是谁今天又买了一栋透天。毕竟房产就是一个优质的资产，投资自用两相宜，房子真香不买吗？但我今天也不是要一昧去吹房地产的好，而是要让大家在置产时都可以更安全的思考。今天这部影片会帮你厘清房价涨跌的原因，还有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好几个国家轮番经历了房价暴跌，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担心？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，或是想学习股票、期货、美股、比特币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，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，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，让你方便学习。在这个全世界几乎都把买房当作目标，或者因为买不起房而烦恼的现象底下，这几年却已经有好几个国家都遇到房价暴跌的状况。从中国开始，包含瑞典、德国、韩国都相继爆发房市的危机。
为什么我们平常都期待打房，让房价可以平易近人一点，更多人有机会可以买房？但实际上，房价开始跌，又会让大家开始紧张呢？因为房子将会是大部分人一生中最大的开销，为了有个住的地方，每个月的支出占比可能高达收入的3到5成。在面对这么大的数字时，心脏的承受度自然会很低。多年辛苦累积起来的钱，买了房子却一直跌价，肯定会很郁闷。即便今天买了房是要准备自己住，大多数人都还是预期之后房价会上涨，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花1000块买东西，隔天变成900块，对吧？更何况那是1000万起跳的房子，而且每个月要缴好几万房贷啊。所以说，平常大家最讨厌炒房的人，但自己买了房以后，又瞬间变成自己会讨厌的那种人。房价被炒得越高，嘴里虽然边骂，但心里却是暗爽。房价跌除了会让自住客骑摩子不爽快之外，真正的危机是在于投资客高杠杆的行为，容易导致房市泡沫化。怎么说呢？首先要从基本观念开始讲起。房价涨跌当然会受很多种因素影响，但主要我们可以从3点来看。第一，整体的经济状况。很明显的，房子是高消费，也就是今天经济热度、消费跟投资的需求已经远大于把钱存在银行收取低风险利息的时候，房市通常也会比较热。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 M1 跟 M2 的数据比较来看。M1 代表的是活期存款，也就是随时准备把钱领出来花。M2 则是定期存款，代表大家只想先把钱存在银行里。当 M1 大于 M2 的时候，经济比较活络，更多人想买房，房价就会上涨。这就关系到第2点的供需关系。供应量当然一直都很多，毕竟建商就是有地一直盖，一直盖就一直爽。那么比较大的波动就会在于大众的需求，包含整体的经济条件、少子化或是政府政策等等的都会影响。最后来到最关键的第3点，利率。其实这阵子会有这么多国家爆发房市的危机，就跟美国维持高利率有很大的关系。当其他国家为了防止本国资金大量外流到美元，只好跟着调高利率，高杠杆的投资客突然就会增加还款压力。但利率高的时候，经济也不活络，丢房子出来卖的人没减少，但接手的买气却不高，房价就开始下跌，最终只能认赔出场，进而造成市场的泡沫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今天用头期款300万加上房贷买了一间1000万的房子，然后用出租跟抵押的方式开杠杆又去买了第2间、第3间，无限延伸下去。但原本你一间房1个月只需要缴3万块的贷款，政府调整利率之后变成要缴5万，有一间房就要多缴2万，那如果有10间不就要多缴20万了？这就是为什么高利率加高杠杆的现象很容易戳破房市的泡沫。其实2008年的金融海啸、次贷危机也可以简化成是高利率加高杠杆而点燃的炸弹，很多国家房市都被一波带走了。那为什么台湾房价还如此坚挺？其实2021年美国刚开始大幅升息时，我当时有在微股利的免费文章已经有提早分析过了，台湾房市热度会跟着升息而冷掉。事后回头看，交易量也确实冷了2年，一直冷到2023年总统大选前，政府嘴里说打房，实则一手打房，另一手助长房价推升，也就是好的坏的政策都有推出来实施。当坏的政策被骂，就可以光明正大说啊，我也有推打房政策啊，房价也确实跌了2年啊，至少有个说法来堵住悠悠众口。又例如，当美国持续将利率从低于1%提高到5.5%，等于利率提高了5至6倍时，台湾才从1%升到2%，拜托，才2%。各位同学，你说说看，2%的房贷利息能压死人吗？每个月也才多几千块的金额，人都压不死了，怎么压得住房价？你说是吧？这就是我刚刚说的2面政策，有打房政策，同时也存在推升房价的政策，所以房价下得来才是见鬼了。那么再来说香港的状况，香港是从这2年开始恶化，因为移民潮已经有数十万香港人移居海外，尤其是到英国。移居后，他们通常会出售香港的房产，在英国购买更大的房屋，并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。这些移民者清出大批香港房产，造成供应过剩。尽管房价下跌了2成，但高利率之下，有钱人都移民走了，
走不了的买不起房，需求还是大幅降低，建商的财务状况日趋恶化，手上卖不出去的房产越来越多，为了维持现金流，建商被迫大幅降价促销，就连香港首富李嘉诚也被迫打7折来持续变卖手上的房产。过去中国内地的买家曾经是香港房市的重要支柱，但近年来需求也大幅减少，因为大型银行不再接受没有香港身份证的客户进行贷款，让内地买家要在香港买房变得困难，再加上中国本身的经济也放缓，香港跟其他地区比起来已经被炒得太贵，中国的买家纷纷转向日本、韩国，甚至是其他东南亚国家。过去香港政府为了打压过热的房价，曾经有一连串的打房政策，称为辣招，但现在政策已经大转弯撤辣，把之前的打房政策都撤回了，房市却只迎来了一小段的回升，接着还是继续下跌。而且未来10年里，新建案还会陆续落成，让原本就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严重，可以预期到的是，房价将会继续下跌。虽然台湾的平均房价一直在上涨，但其实少子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一样的，需求无可避免的会下降，但房子还是盖个没完。就跟人人手里都有某档股票的时候，人人都赚钱的时候，那我问你，根据你过往的经验，这档股票卖压比较重，还是买气会比较重？这将会导致未来只有蛋黄区精华地段的房子还是很贵，而蛋白区、蛋壳区将会迎来跌价的风险。再加上现在又有新青安房贷的政策，未来台湾的房市会如何？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请在留言区打+1，我会再专门制作一期内容来解说。如果单纯讲要不要买房，首先要审视房子对你来说会是资产还是负债，还有真的有一定要现在买吗？在思考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参考罗伯特清崎在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说过的，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，负债是把钱从你口袋里取走的东西。而且他认为，中产阶级常常以为贷款买房是在买进资产，但其实是负债。虽然房子是一件实在的物业，但它也带来不少支出，例如你需要偿还房贷、房地产相关的各种税、装潢费、维修费和管理费等等。正如同他在书中写到的，如果你所有的钱都投注在房子上，你就不得不努力工作，因为你的现金正不断地从支出栏流出，而不是流入资产栏，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现金流模式。也就是说，拥有房子连带的开销会让你未来数十年的现金流大打折扣。所以我前面说的有了钱就想买房，不只是要有点钱而已，而是你要很确定买了房不会让你的财务负担太重，不会让你需要努力加班来填补这个现金流的大洞。不管做任何事，信心不足可以靠实力来补，实力不足可以靠学习来补。我在教学文章里不断分享波段的看法跟重要操作技巧，还有很多够你受用一生的逻辑思维，这些东西层层堆起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。对，就是像生意人的投资眼光一样，总是能够闻到钱的味道，自然而然的让你往能赚大钱的地方去。掌握这套能力之后，更是可以复制跟传承，让你还有你的后代，从此摆脱辛苦研究、一直盯盘、短进短出的投资方式，孩子被培养出来的格局跟眼界都跟一般人完全不能比。要确保你有个能闻到钱的味道的鼻子，你就会需要具备用钱滚钱的能力。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钱吗？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里没有教大家如何创造财富、掌握财富，没有人教你怎么去闻到钱的味道。他们灌输给我们的都是同一套价值观：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追求稳定生活。但所谓稳定，白话文就是你的薪水永远都差不多，即使你为公司奉献才华、燃烧生命，但老板依然只有供体时间的时候想跟你当家人，多赚的还是进老板自己的口袋。甚至过了几年还随时可能会被比你年轻、比你便宜的人给取代掉。所以说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有赚钱的能力是在保护自己，你能力越好，赚的越多，就越能够保护好自己，而且你的财富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增长得更多更快。很多人认为工作、储蓄才是安全的选项，
股市一天就可以蒸发掉1个月的薪水，风险太高了。尤其对于期货原理根本不清楚的人，甚至会说期货杠杆太可怕，还是玩股票当冲比较安全。我想跟这些人说，拜托，你确定股票当冲安全吗？你确定期货真的杠杆比较高吗？统计数据告诉我们，玩股票当冲赔钱的人数%比是最高的，比期货投资赔钱的人数比例还高。玩期货只要选上下2个方向的其中一边，跟丢铜板正反面一样，然后学会停损挂在哪里最不容易被损到，就这样没了。而股票还要考虑公司的题材，考虑基本面有没有赚钱，考虑景气当下是否适合投资，比期货辛苦太多了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善用股票、期货等金融商品，去帮你自动滚更多的钱，才能抵挡通膨，把存款偷偷侵蚀，才能让辛苦的工作不再是经济的唯一支柱。不管你开始玩期货了没，都应该要知道，现在连台指的保证金都会通膨了。大台一口从8万一路涨到24万，小台从2万多涨到6万，代表你要具备的能力也必须跟着膨胀，不然获利只会越来越难。但只要及时进来学习，都还是有救的。波段投资本来就是能穿越时间带你对抗通膨的不二法门。这个月我特别针对新朋友们来个大放送，把进来体验大波段的门槛降低，订阅台指期货或是国际各大期货的教学文章，可享8折的优惠。只要你肯学，我就肯教；只要你展现良好的学习态度，里面学长姐们也都很愿意跟你分享成功经验。但是如果你只想讨鱼吃，自己并不想学钓鱼，那拜托就别来了。现在就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时机，让我们不管明年、后年，还是过个几十年，都可以只赚轻松钱。最后，关于买房的结论，我知道年轻人虽然都会有成家立业的压力，又或者是有不想要被同侪看不起的压力，别人有房你没房，但我认为与其勉强自己去拥有能力还无法企及的事物，不如在现有的能力范围内去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资金放在股票、期货上，流动性一定是比房产还要好，会操作的话，收益率也会比房子还要高。简单来说，房产是你打造财富自由系统时不可或缺的一环，但不是你用来达成财富翻倍、阶级翻转最有效率的方式。现在落于人后，并不等于未来也落于人后，所以粉丝们千万要沉住气，赢到最后的人才是真的赢了。如果你想要开始投资股票期货，却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你可以先订阅频道，接下来我会继续分享关于投资理财的重要观念。想要学习波段交易的技术，也可以直接在资讯栏的连结里找小帮手洽询。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但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重要的投资资讯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